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老公好像失恋了，最近情绪低落，也不爱玩手机回消息。我想了想，主动安慰道：要不我喊我男朋友陪你出去喝酒消愁。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从会议室出来，就看到手机上数十条未接来电，全部来着同一个，我的现任老公陆培。我漫不经心地打开通讯录，给他回拨了过去。陆培似见惯不怪，今晚我不回去了，我有些为难。今晚我爸生日，就不能推迟一晚吗？他那边声音吵杂，隐约夹杂着一个女生的娇嗔。实在抱歉，你就和你爸好好解释一下吧。我目光低垂，平静道：我知道了。他似乎没想到我答应的这么快，愣了一下。那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没搭理他，直接挂了电话。关于我们这段关系，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继续维持下去，也只是不戳破那层窗户纸罢了。毕竟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去到我家之后，我轻车熟路地向我家里人解释，陆培公司那边有点急事，赶不回来参加爸的生日了，他让我代替他说声抱歉。我妈担忧地想问点什么，却被我爸及时按住了手。你们年轻人的事自己有想法，只要你们觉得自己的日子好过，那就够了。对于父母，我充满了愧疚之心。偏偏这个时候，林初打电话给我了。你就是陆培家里的那位黄脸婆吧？我离开餐桌，去到花园，轻飘飘地回复：你就是在他身边5年，到现在还没名没分的小三吧？简单的一句话，直接秒杀了他。他只能气呼呼地回我一句：我在他心里的位置可比你重多了，我只要随便找个借口，他理都不会理你。我依旧淡然，心里没我的男人留着过年吗？我留住他的钱不就好了？那边的人被我对的直接挂了电话。我刚要收回手机，却发现保姆张阿姨尴尬地看着我：小姐，你这是确定不告诉老爷夫人吗？我定了定神，走过去握住了张阿姨的手。张阿姨，你从小看着我长大，难道觉得我能被这种不入流的人踢下台不成？张阿姨叹了口气：我自然知道你心思缜密，可夫妻关系不只是心思缜密就够了。阿姨是怕你的苦憋在心里。我笑得灿烂：张阿姨，你小瞧了我吧？我俩的关系现在说白了就是他玩他的，我玩我的。我为什么要心里郁结？刚开始在知道他出轨的时候，心里确实难受了那么一会儿，可我很快就想通了。拿着陆培的钱还能实现恋爱自由，何乐不为？我和陆培是商业联姻，虽然一开始我费尽心思的想进入他的心里，可后来我发现，不管我做什么，他对我的态度都不冷不淡的，我索性也就佛系了。刚知道他出轨那会儿，我也挺崩溃的，可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让这段商业联姻画上句号吧。我开始利用其他事情来转移注意力，毕竟我不能为了个男人真的颓废至死吧。滴滴，门外传来汽车的鸣笛声，打断我的思绪。车窗扬下，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带着温暖笑容的俊脸。男人身上穿的不是最名贵的服饰，可全身上下透露出来的阳光却让人移不开眼。结束了吗？我的手探入车窗，摸了摸他的头，感受到上面的薄汗，微微皱眉。这是我家，我难道还能被拐走不成？你用得着这样着急吗？富川握住我的手，我想快点见到你啊。我无奈地眨眨眼。你就不怕被我爸我妈发现？他这才想起来重点，抿了抿唇。如果叔叔阿姨看到我，
你会怎么介绍我？我没有直接回复，而是俏皮一笑。看你表现，少年的情绪总是轻易地表现在脸上。像富川这样还未出社会的大学生，想要得到什么时，总会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这样的感觉和陆培恰恰相反。不过我喜欢。张阿姨惊讶地看着我，小姐，我俏皮一笑。张阿姨，这件事暂时替我保密哦。说完这句话，我直接上了的富川的车。我和他的相识挺戏剧性的。当时我去富川所在的学校做演讲，当时他作为学生代表上台讲话，自信张扬又阳光四溢的样子，在我眼里闪闪发光。我多注意了他几眼，本以为我们的交集就此结束，没想到演讲结束后，富川却主动找到我，那张俊脸带着些许微红。温雪，我和几名同学一起创办了一间工作室，我觉得你讲的关于大学生创业的要点十分精简，不知道我能不能加你的微信，详细的了解更多的秘诀。第一次见面，他就主动呼唤了我这个学姐的全名，我有些小诧异。一般对于这种所谓的骚扰，我都不会多看他一眼。也许是那天的我心情确实不错，鬼使神差的让他加了微信。接下来他每天都向我虚心请教，而我心情好的时候也会回上他一两句。一来二去，他提出要请我吃饭。点餐的时候，我随口说了一句：“你们工作室的受众群体不是家长是学生吧？”没想到他猛地抬起头来，你看出来了？他兴奋地和我探讨这些年的教育理念。我发现我俩有一些想法竟然挺相似的。分开的时候，他依依不舍。温雪，我俩网上聊，我和他好像挺顺理成章的。在发现彼此越来越多的共同话题之后，他主动向我表白了。他向我表白的时候，我显然没反应过来，却还是很认真地和他讲起了我的婚姻。就在我以为他会放弃的时候，他竟然静静地看着我。我不想破坏别人的家庭，可我更不愿意看见我深爱的女人被其他人欺负。就这样，陆培的身边有林初，而我的身边有富川。事实证明，身边有个贴心、身材又棒、长得又好的小奶狗，嘘寒问暖，一口一个姐姐，确实挺不错的。林初应该又在闹着让陆培离婚了，而且看样子这一次闹的劲应该挺大的。陆培最近情绪低落，也不爱玩手机回消息。温家和陆家还不到解体的时候，我俩毕竟现在还算合作伙伴，他要是塌房了，对我没半点好处。我想了想，还是主动安慰道：“要不我喊我男朋友陪你出去喝酒消愁。”他脸上的表情在一瞬间变得空白，片刻后，他英挺的眉紧紧地皱在了一起。“你不会玩真的吧？”我没懂他的意思。“你说我男朋友？我让我男朋友陪他喝酒。”还错了，他的语气冷漠许多。同一个人交往太久，你就不怕自己真的陷进去？我忍不住笑了。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把林初明目张胆地放在身边养了5年，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该不会以为我是真瞎吧？他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确定我没在开玩笑，脸色变得更加难看。还是之前和我见面的那个少年？我点头。当时我和富川约会，被碰见过陆培一次，他带着他的小女友，富川还主动向他打了招呼。也许是面子上挂不住，他和我们寒暄了几句，就带着小女友匆匆离开了。毕竟这些年是他一直在频繁出轨，所以就算见到我身边有男人，他也没说什么，算是默认了这种行为。如果说之前我和富川在一起带着试探的成分，就那一次之后，关于我和陆培的未来，我彻底寒了心。
我不该奢求一个心里没有我的浪子回头。我和陆培是家族联姻，只要彼此的家族完成任务目标，就算分开也无可厚非。联姻这种东西本就是感情好就继续在一起，合不下去就分开。联姻那年我20，今年我26，用6年的时间去试探这段感情到底合不合适，已经够了吧？也是在我这边找不到突破口。他突然改口质问今天的事。林初给你打过电话，你骂他了？哦，感情人家吵架是因为上次我爸生日，我对他的那几句话。我笑了，是你家小女朋友先来找我的，人家都挑衅上门了，我得乖乖的逆来顺受。陆培，你只是跟我家联姻了，不是跟我家买了我。让我认打认挨的事，我可做不来。他有些理亏了，他的脾气是有点大，你忍忍也就下来了。我面无表情，抱歉，我从小娇生惯养，最见不得脾气比我大的人。你愿意当出气包你自己当着，我没这方面的癖好。他面色难看，突然给我来了一句：你这样对他，该不会是想让我俩分开，逼迫我重新回到这段婚姻中来吧？我翻了个白眼，给他丢下一句：本小姐有人爱，不稀罕你。索性摔门进了屋。看他和小女朋友闹脾气，好心想让我男朋友陪他喝酒，他竟然不识好歹，真是不识好人心。就算关上了门，我也隐约能听见陆培正在打电话哄着他的小女友，声音轻柔的都能滴出水来。林初出生清贫，性格却特别矫情，可以说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穷就算了，还无脑，这也是他不能进陆家的最大原因。听说在和我结婚前，陆母曾以死相逼，陆培才没有娶成他心里的白月光。半个小时，门外的人终于结束了通话。陆培敲响了我的房门，声音带着商量：这一次毕竟是你先对了人家，要不你就先开口道个歉，这件事就算过去了。现在我简直想给他一巴掌，看看他的脸皮到底有多厚。我忍住了，淡然一笑。我要是开口道这个歉，能得到什么好处？到时候我俩离婚的时候，我和我的小男友分到的好处会比较多吗？他的声音突然变得阴冷起来。温雪，我好好和你商量事情，你非把气氛搞死是吧？我直接坐了起来。你给我好处了吗？没给我好处，我凭什么帮你哄你的小女友？你找条狗还得丢个骨头才会向你摇尾巴，你是不是想对我空手套白狼啊？外面沉默了几秒，声音又冷了许多。你觉得你用这种方式就会让我多看你一眼吗？我真的是忍不住爆粗口了。你他妈的是不是有病？看上老娘的男人比你好千倍万倍，你多看我那一眼对我有什么好处？他似乎真的是被我惹怒了，伸出拳头狠狠地朝我的房门砸了一拳。温雪，你别后悔！砰！红木门被砸得发出一声巨大的闷响，有那么一刻我都怀疑房门会不会被砸烂。幸好一拳头后他就摔门出门了。林初从小家境贫寒，她太想要做有钱人家的太太了。她跟了陆培5年，甚至早就不干净了，要去重新抱大腿肯定不可能。所以现在的她只能紧紧地握住陆培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现在的她已经慌不择路，主动挑衅我，想逼我退位了。可惜她惹错了人，我不是软柿子。其实我倒不觉得陆培对他这位小女友真的爱之如命，喜欢确实是有喜欢的，可更多的是他在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那可笑的存在感。联姻嘛，各取所需罢了，合则合，不合则散。在我这里没要到所谓的道歉之后，陆培的小女友又发疯了。
他竟然直接找到了我工作的地方，进门后就开始砸我办公室的东西，噼里啪啦的声音夹杂着他愤怒的怒吼：“你这个该死的女人，凭什么拆散我们这一对相爱的人？就凭你有钱有势了吗？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明眼人了。原本该和他结婚的人是我，是你横刀夺爱。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只不过是空有头衔的小三罢了。就算你抢走了他结婚证上的位置，又怎么样？现在还不是每天都独守空房？”发疯的声音引起了不少同事在我的办公室外驻足偷看。看到我走到办公室门口之后，同事看着我的眼神开始变得猜忌、小心翼翼。我倒是挺无所谓的，反正丢脸的不是我。我心安理得的和其他同事一起站在办公室门口看热闹，直到我的视线瞥到角落一个带着我头像的马克杯被摔得四分五裂。那个杯子是富川亲自做给我的。我冷了脸，直接拿出手机报警。放下手机之后，我迈步进门，看见我的那一刻，林初脸上都是得意。我劝你现在乖乖的自己离开，别到时候被赶走了，脸都没留下。我随意地扫了一眼地上的碎屑，嗤笑道：“你知道被你摔碎的这些东西里面有古董吗？”他愣住了，短暂的呆愣之后，他竟然很自信地笑了。这里是陆氏，所有的东西都是陆培的，就算我把这个公司放火烧了，他也不会对我多动一下怒。在看我没反应之后，他继续出言挑衅：“我真的挺好奇的，你每天都在家独守空房，怎么还有脸到陆氏当总经理？”我看着他轻笑：“这里的东西都是陆氏的没错，可这里面也有我的私人物品。而且你好像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在他越来越不安的眼神中，我淡定开口：“我俩还没离婚，这些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哦。你损坏了那么多东西，我能直接报警抓你，留下了案底，恐怕你以后进入陆家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我轻飘飘的声音似乎在他的脑袋里爆炸了，他的脸变得更加狰狞。林初还未做出其他反应，门口就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陆培冷着脸进门：“怎么回事？”一看到来人，刚开始还咄咄逼人的林初，这一秒立刻化身小女人，贴在了陆培的肩膀上撒娇：“我只是让他离开你，他就说要报警抓我。我小三颠白黑白的本事太厉害了，要不是因为现场有监控，再加上有这么多人证，我都差点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我淡淡的看着陆培：“这里的是公司，就算你的小女友再重要，也不能在这种地方胡作非为吧？”他的表情很淡。林初说的没错，这里是陆氏，不是什么婚后共同财产。我的东西他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被他的无脑震惊到了，气急了的我呼了一口气：“行，你的东西，你最好停止这种无聊的手段，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加厌恶你。”突然觉得面前这两个人能走到一起也不是没有道理，至少俩人都一样无脑，一样不要脸。林初被警察带走那天下午，我爸就给我打了电话：“小雪，你和陆培是不是闹什么矛盾了？”虽然我和陆培的感情确实名存实亡，但在双方父母那里一直演戏演得挺好的，所以我爸会这样问我挺诧异的。“爸，发生什么了吗？”我爸那边的语气尽可能的平常，可他声音里压抑不住的颤抖却让我有了不好的预感。之前我们和陆氏谈成的合作迟迟没有出资，现在原材料到了，土地也已经开始搭建，厂家那边又一直在催款，我就打电话问问，违反合同这种事可大可小。我突然明白过来，这是陆培对我的打击报复。
他在利用我家那边对我进行牵制。我忍下火气，安慰了我爸：爸，他可能是工作太忙给忘了，我去催催他。挂了电话之后，我就直接找上了陆培。你现在突然撤资，是想要把我们家彻底给毁了吧？我努力压抑自己的怒火。当时联姻的时候，我们已经说好了互帮互助。别忘了，在陆氏最困难的时候，是我们温家不顾流言拉了你一把。你不忍，就别怪我不义。他淡漠地看了我一眼。我早就说过，事情别做得太绝。既然你想要对我的女人出手，那就该承受相应的后果。我呆呆地看着陆培。我们之间联姻，没有感情没有错，但结婚这么多年，我们一直维持着互帮互助的原则。至少我一直觉得他是信守承诺的。可现在看来，他之前的信守承诺，不过是因为我没挑战他所谓的尊严。当时为了帮陆氏彻底度过资金短缺的难关，一向好面子的我爸不仅拿出了可以调动的所有资金，还倒了几个日夜去寻找有力的资金伙伴。后来资金流动成功，我陪着陆培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光。仅仅半个月，我直接瘦了7斤。可我们做的这一切，在他的眼里好像突然就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现在在我们温家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我忍不住冷笑了一声：陆培，你的所作所为，整个商界都会为你感到不耻。他面色微变：那些资金属于我的公司，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把林初送进监狱的时候，怎么不想着给自己留点后路？我呆呆地看着脸上没有一丝感情的男人，间隔了几秒之后，勾唇笑了：陆培，你赢了，我出具谅解书，你继续按之前说好的为温氏注入资金吧。没想到他却反悔了。温雪，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我收紧手指，控制那种想颤抖的感觉。你想怎么样？他歪着脑袋，声音凉薄：你到林初面前亲自道歉，求得他的原谅。我想果断地拒绝，给他甩一巴掌，直接离开的。可我爸的公司还等着资金，我只能答应下来。在林初面前鞠躬道歉的那一刻，我的心彻底沉入谷底。对不起，之前是我太意气用事了，我现在正式向你道歉。林初发出一声娇嗔，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娇滴滴地向陆培撒娇：他都把我送进监狱了，一句道歉就想了却，世界上有这么便宜的事吗？陆培，我忍气道：你说过我只要道歉就够了的。他平静地看着我：不想要资金了。林初在一旁添油加醋：温雪，你不会一直以为自己还是家里那个处处受保护的千金吧？他眼里都是鄙夷。既然你嫁入了陆家，就该遵从妇道，老公让你做什么你就该做什么。现在想从老公这里得到东西，还不愿意付出，你觉得有可能吗？我看着那个没有开口的男人，还是渐渐弯下了我的腰。我再次表达诚挚的歉意。温氏重新运转正常之后，我正式向我爸提出我和陆培之间的感情问题。我爸听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你是我的女儿，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爸爸都支持你。公司那边你别担心，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之前我们帮过他一次，现在他帮我们一次，也算扯平了。得到爸爸的同意之后，我一个人来到了花园，晚风轻轻拂过脸颊。这一刻，我竟然出乎意料的平静。只是拨打出电话的时候，声音却还是有些颤抖：陆培，我们离婚吧。他听后却只是冷笑：你不会又想用卑劣的手段吸引我的注意力吧？觉得这样做我就会回到你的身边？听到他连续的发问，我只是觉得好笑，找个时间去把离婚办了。说完这句话，我默默挂了电话。
也许这一切真的该画上句号了。我们原本就不相爱，只是一场联姻，让我们两个原本不相关的人被迫纠缠到了一起。现在只是让一切重回正轨罢了。只是可怜我几年的青春喂了狗。我在别墅拐角处的昏黄路灯下等着富川，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连帽卫衣，浑身上下上透着大学生应有的清澈阳光。他额头带着薄汗，过来之后却一把捂住了我发凉的手。等久了吧？感受大手传来的温热，我微笑着轻轻摇头。原本约他出来，我是想正式告诉他，我和陆培提了离婚的事。他去献宝般的将一叠厚厚的文件递到我面前，这是我们公司拉到的第一个大项目，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本来一开始就想告诉你的，可后来想想还是要保留点惊喜。看着他眼神里的光，似乎心底的阴霾也被冲上了不少。我假装傲娇地问他，这个项目能赚多少？我可是很难养的哦。他满脸认真，100万。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小数目，可是对我们工作室来说，却是向成功迈进的一大步，也是我个人对你迈进的一大步。100万对我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太大的数字，毕竟我平时买的衣服包包动辄上万，可他那种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感情，却是我一直苦苦追寻的。我踮起脚，在他的脸颊上落下一吻，同时在他耳畔边低语：再给我几天时间，几天后，我会将我这边的事情处理干净，彻底向你的世界走近。他愣了一下，年轻的生命总是那样直接而滚烫，他的吻铺天盖地，我只觉得我的理智也跟着这样的吻一起燃烧起来了。他的情绪很快又被浓浓的担忧取代。你向他提了？我点头。他握住我的手紧了紧。可真的会放手吗？我无奈一笑。你以为谁都是你啊？把我看得那么重。即使我向富川再三保证，可他依旧不放心。在我的再三劝阻之下，他才勉强退步，答应我去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他在别墅外面等着不进去。我坐在陆家大厅沙发上，静静地等着陆培回来。进门后，他就像没注意到我的存在，径直往书房的方向走去。陆培，我叫住了他，重复和他说过的话：我们离婚吧。他高大的身子僵硬了一会儿，随后猛地回头看我，眼神狠厉的像是要将我直接扼杀。他突然加快速度朝沙发这边走来，速度快的向我眼前晃过一阵黑影，下一秒，高大的黑影突然朝我压下来，一股阴寒的气息直接袭面而来。温雪，谁允许你认真的？反应过来之后，我抗拒的用力推开了他。我站起身怒对：你有病吧？之前好几次我就跟你提过这件事，突然发什么疯？被我推得踉跄一步，看着我冷笑：现在发疯的是你。你知道和我分开牵扯到的财产有多少吗？你不会为了一个小白脸连钱都不要了吧？我皱了皱眉。你说的没错，这真不是我恋爱脑，而是面前的人没有让我有半点留恋的理由。重要的是离婚后，关于我的那部分财产也够我下辈子逍遥快活了。我这人还挺知足的，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够花就行了。他死死地盯着我，像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突然被我撤走了。看着一向高冷的陆培，这一刻恨不得把我掐死。我又觉得有些好笑，他心里有其他白月光。我要是提出离婚，不是正合他意吗？我内心思索着，假如他动手的话，门外的富川也会不顾所有冲进来，到时候事情恐怕更难收场。没想到下一秒，他只是沉沉地看着我，想离婚？做梦吧！话语落下，他摔门而去。我疲惫地坐在沙发上，
一直等不到我消息的富川主动给我发了消息。我刚刚看他离开小区了，他没为难你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犹豫了很久，只发了4个字：你先回吧。其实事情走到这一步，我还是挺迷茫的。女人对婚姻的幻想总是比男人高许多，即使是商业联姻，可我也曾经用心地经营这段婚姻，曾经想与他白头到老，现实却给了我狠狠一巴掌。仔细想来，我和陆培这段婚姻中最美好的时候，应该是刚结婚那会儿，彼此都抱着点试探。他下班之后，偶尔会给我带我喜欢吃的小点心，我闲的时间偶尔会给他做点爱吃的便当。我以为这样总会擦出爱的火花的，可现实总是残酷的。他在面对那个女人的时候，脸上会带着对我从未有过的柔情，会带着我从未见过的耐心、小心翼翼。他甚至会贴心地记住那个女人的生理期，为她购买自己平时都分不清的卫生巾。他就是这样，用他的一举一动，彻底杀死了我内心深处的最后一丝小甜蜜。陆培彻底断了我和我的联系，我对富川挺愧疚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也就躲着和他的见面。没想到在我回家的路上，一辆小车却突然向我鸣笛。车窗扬下的那一刻，又是他那温暖的脸。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呢。我惊了，你怎么过来了？他小声委屈，你不来找我，我只能来找你了。他仔细地看了我几秒，随后让我上车。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该吃点东西。我大概老了，劳斯莱斯坐腻了，陪着他坐他的小轿车，高档的豪华餐厅不吃，竟然陪他到街边撸串。问题是，当他小心翼翼地将肉串拨到我的碗里，贴心地用纸巾擦去我嘴角的蘸料，我竟然觉得甜得发慌。他眼底的温柔像是一片星河，慢慢地将处生于黑暗的我包裹起来。吃完之后，我们就在公园散步，风带着草木的味道吹拂过来的时候，他将他的外套笨拙地盖在了我的肩上。我突然忍不住问他，如果我一直拿不到离婚协议书呢？他牵着我的手紧了一下，我侧过头看他，这才发现富川一直在看着我，他那双幽深的眸子映着万家灯火，可最忠心的却是我。温雪，有的事情现在做不到，不代表以后做不到，不管多久，我都会和你站在一起。还有，我一直想告诉你，他没能和你在一起到最后是他的损失。我眨了眨眼睛，似乎有什么温热的液体从我的眼眶里滚落出来。我没想到失去联系的陆培今天会出现在大厅，他看起来挺疲惫的，眼睑下带着淡淡的青涩。看见我回来之后，他眸底染上一抹惊喜。你回来了？我声音冷然，有的是总要面对的。这一次他没像上一次那样发火，可声音却带着颤抖。温雪，我们回到最开始的状态吧。我不要所谓的林初，你也不要你所谓的富川。听着他说的话，我笑了。怎么，你家白月光不要你了？还是人家又耍小脾气了？说话的时候，我伸手揉了揉发酸的脖颈。不得不说，男大学生体力就是好，有时候我真是难以招架。随着我的动作，他眉头紧锁，一把钳住了我，力道大的我几乎痛呼出声。你干嘛？他死死地盯着我脖子。这是什么？我突然想起富川忘情地趴在我的脖上，一遍遍呼唤我名字的一幕。一股微红慢慢地爬上我的脸颊，而我的表现无疑是压死陆培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满眼猩红，你他妈的做了什么？我嗤笑一声，作为一个成年人，这是什么？你能不知道？你没给你家林初种过，他和他的白月光也没少做这一类的事吧？陆培愣了一下，眼底的怒火慢慢褪去，
他浑身上下开始笼罩出一股我看不懂的情绪。几秒后，他又突然伸手抓住了我的手臂，声音里已经带上了哀求：“我们别再这样互相折磨了，我们回到以前好不好？”我拍开了他的手：“滚开，别耽误我睡觉。昨天我是被饭菜的香味唤醒的，今天保姆这么早就上班了。”我揉着迷糊的眼睛来到大厅，还以为自己看错了。陆培围着围裙，手里拿着锅铲，竟然在亲自下厨。看见我之后，视线特意避开了我脖子上的痕迹，笑容勉强：“醒了呀，洗漱完之后来吃饭吧。”而此刻桌子上正摆着满满一大桌子冒着热气的菜，真是稀奇。结婚那么久了，我还真是第一次知道他原来还会下厨，只是看得出来厨艺并不精湛，有好几个菜已经有了烧焦的痕迹。记得刚结婚那会儿，我也是每天兴冲冲的早起忙活着帮他做一大桌子菜。那时候的我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即使他大多数时候看都不看一眼，心情好了吃个一两口我也觉得无所谓。现在回头看那时的我，真的是蠢得可怜。我一言不发，回到房间，洗漱完之后，拎起包包直接出门。谢了，可惜我早上不喜欢吃这么油腻腻的东西。我以为他被我打脸之后会褪去热情，没想到接下来几天他都准时早起，甚至比我早下班职位，给我做热气腾腾的菜。可迟来的深情比草贱，再次闻到香味，我复杂地看着他，何必呢？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管他做什么都毫无意义。他自顾自地给我盛满饭。其实这段时间我仔细想过了，我最爱的不是林初，之前的我确实做错了。可男人嘛，总会有做错事的时候，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以后我会尽可能给你最好的生活，给你一个温暖的家。我们不要离婚好不好？说到最后的时候，他的声线已经有些不稳。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是高高在上的，即使后来我说要离开他，他也总是觉得我在用那种手段牵制着他。可现在的他竟然开始有了这种卑微的感觉。这么多年了，我太了解他了，他只是开始慌了，他只是害怕一个曾经生命里只有他的人突然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我看着一大桌子菜，突然觉得没半点胃口。他说的对，最爱的那个人也许不是林初，他最爱的只是他自己。我抿唇，这段时间我已经把工作交接基本做好了，辞职信就放在你的办公桌上。他再也忍不住了，直接来到我的跟前，单膝跪地在我身旁。温雪，你没给过我机会，怎么知道他会比我好呢？他的眼里渐渐地染上情绪，声音带上沙哑。我会用实际行动告诉你，我比那个小白脸好太多了。他俯身凑近我的那一刻，热气落在我的皮肤上，我竟然觉得有些恶寒。这种感觉与富川接近我时那种酥酥麻麻让我腿软的感觉截然不同。在他差点触碰到我的那一刻，我用力推开了他，差点跌倒的他满脸不可置信。他控制不住又向我迈进了一步。就在我感觉他会对我做什么的时候，条件反射抬起了右手，啪！清脆的巴掌声在密闭的空间里响起。陆培偏过了头，半天没有反应。我哆嗦着唇，声音却无比坚定：我不可能会再和你在一起，不管有没有富川，结果都一样。我爸竟然亲自打电话给我了，我听说陆培把那个叫林初的从自己公司里开除了。我爸开口的第一句话，我就知道了他的意图。我声音平淡，直接把他的希望扼杀在了摇篮。我已经辞职了，这和我无关。我爸张了张嘴巴，欲言又止。在沉默了几秒之后，
终于是轻轻开口：小雪，你记住，你是我的女儿，不管你做什么选择，老爸都会在你身后。我以为望你离婚这件事会拖得很久，没想到隔天陆培竟然松口了。可在答应之前，他竟然又小心翼翼地问了我一遍：如果我把你之前受过的伤再受一遍，你是不是会觉得出了气，然后就重新回到我身边？我笑了：陆培，你做生意还真是一把好手。我和他终于把离婚这件事定了下来。不过陆培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离婚那天，你带你小白，不，那个富川一起去吧。我们3个人坐在同一辆车里的气氛诡异到极致，整个车厢里安静的只剩呼吸，2个男人的面色都很难看。陆培开车，我和富川坐在了后面。突然低沉的声音打破了沉寂：就算我和温雪分开了，我们也会成为家人。我透过镜子看着开口说话的陆培，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我努力想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拼命推开我。现在我想逃离了他，却又做出这一副姿态，挺可笑的。富川伸手搂住我的腰，声音清脆，看着我的眼神满是温柔。不管他高高在上，又或者低入尘埃，我都不会让温雪输的。原本还想炫一波深情的陆培，脸色顿时难看到极致。汽车在公路上平缓地行驶，突然从另个路口冲出来了一辆红色宝马，我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林初的车。以这个速度，2辆车非撞上不可。陆培皱了皱眉，降下速度，另一辆红色宝马却跟疯了似的不断加速，并且目标明确，就是朝我们这辆车奋力地转过来。陆培眼看着躲避不及，竟然快速地解开了安全带，第一反应就是朝我身上扑过来，而我本能地往身旁的富川怀里进入，他也紧紧地搂住了我。砰！隐约间，我似乎听到了一阵剧烈的声响，整个世界彻底陷入了黑暗。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鼻翼间萦绕着刺鼻的消毒水气息，入目是一片刺目的白。护士看见我醒来之后松了口气：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我眯了眯眼睛，猛地想起昏迷前的最后一幕。他怎么样了？一边帮我熟练地换上药瓶，一边开口说：你弟弟还是你老公？你弟弟和你老公对你可真好。出车祸的那一刻，听说2人都把你护在怀里，这件事都在我们系里传开了，大家都在羡慕你呢。我深呼了口气，打断他：富川呢？那个穿白色运动服的。哦，他伤得稍微有点重。护士叹了口气：他用整个身子护住了，你手臂骨折了，腿部也有严重的外伤，不过问题不大。我松了口气，心里依旧紧张。另一个呢？其实我挺迷茫的，不知道为什么在出车祸前他会那样不顾所有扑在我的身上。明明当初是他选择放手的，我和他在一起也挺久了的，似乎到现在还是没有彻底看清他。另一个也挺重的，不过算是幸运，那根断掉的肋骨差一点就插进心脏了。我们3个人彻底出院的时候，陆培看着将我护在怀里的富川，似乎突然释然了。我们再约时间去民政局吧。他一只手落在口袋，当时那个路段正好有监控，拍到了林初的行凶过程。这是蓄意谋杀，就算我们不起诉，警方也会处置他的。我抿了抿下唇，突然对于这个结果有些迷茫。富川伸手揉了揉我的发：发什么愣？我看着陆培离开的背影，安心地靠在了他的胸膛，听着他节奏而有力的心跳，似乎阴霾也在渐渐消散。我挺迷茫的，我的选择真的是对的吗？他的声音都是小心翼翼，不管是对是错，
让我陪你一起验证下去好吗？我的眼前浮现了与富川的种种过往，包括和他的相识、相知、相恋，以及到现在的生死与共。我终于彻底确认了自己的内心，坚定点头。好，也许在车祸发生时，我本能地钻入他的怀里，那一刻就已经做出了选择吧。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半夜，我老公喝醉睡着了，我偷偷用他的手机把他与那位绿茶情人的聊天截图发到了他的工作群里。一夜之间，渣男社死了，我成了受益者。我老公把绿茶带到了生日宴上。这几年，老公江玉的生日会我都准备得很精心。我叫梁冰，是一名35岁的家庭主妇，老公是我的青梅竹马，也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我们有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儿，叫珍珍，刚刚上小学1年级。我家住在城东新区的别墅区，2层半的复古建筑，有前院有后院，还有2层地下室。江玉的生日会已经不单纯是过个生日了，他习惯在这一天邀请公司管理层和中层骨干力量来家里玩。我懂他的意思，男人嘛，事业成功，家庭幸福，庞大的实力自然是要展示给下属们看看的。我也很配合，提前半个月就要准备，院子要布置，客厅要布置，餐厅要布置，地下活动室更要好好布置一下，要典雅，要低调，还要处处让人感受到不露声色的奢华。10来年了，这几乎成了每年的惯例。能够受邀参加董事长生日会，几乎就成了公司员工们的职业梦想。往年来参加的都是男士，为此江玉还跟我开玩笑说他的身边尽是些臭男人，抱怨我不给他找个美女当秘书。但是今年10来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中，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身影，是个女人，是个不是很漂亮，但是皮肤白皙，文质彬彬，有点书卷气，还有点清纯感觉的女人。她的名字叫温娜。我老公十分隆重地将她叫到我跟前，跟我介绍：老婆，这是我好不容易从魔都挖来的专业人才，是这几年我们行业里赫赫有名的营销天才。温娜谦和地笑了，她的笑容温暖灿烂。江总夸张了，嫂子您好，我叫温娜，刚入行没几年，还是个新人，承蒙江总看得起，我一定会认真工作的。我的眉心一跳，直觉地感到不对。江玉年年到北上广挖掘人才，他这种行业需要经常注入新鲜血液。事实上，今天来生日会上的这些中层骨干，有1半以上都是他挖来的。以前，我老公也会在生日宴上把这些人引荐给我，也会在引荐给我的时候对这些人大加赞善一番。但是这次江玉在介绍的时候，有种刻意的认真，我甚至有种感觉，他的眼睛在看着我的时候，多半的目光却流连在江娜的身上。而这位温娜女士穿着得体，语调清脆，笑容腼腆，白皙的脸庞甚至透出一丝红润。我直觉地认为，作为一位年龄已经在30出头的优秀职场女性，居然还能散发出一种清纯如大学生一般的感觉，这不对。生日会持续了一上午，我像往年一样，穿着漂亮礼服，跟着江玉在人群中穿梭。作为一个养尊处优的漂亮贵妇，我一直是江玉炫耀的资产之一。毕竟，能让一名高材生放弃事业，安心在家相夫教女，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他是相当骄傲的。更何况，这些年虽然不工作，我也没有放弃自我，维系家庭之余，我也没有放弃学习，也做了不少投资，并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早早就为我女儿赚得了大笔嫁妆。如果一个男人的老婆比别人家的又漂亮，又有素质，又有能力，并且深爱他，这个男人的成就感，甚至是不小于有事业有成的骄傲感的。因此，往年江玉总是大大方方牵着我的手，在每一名员工面前表现我们的恩爱。这次不一样，挽住他的手臂的瞬间，我感到了一丝抗拒。当然，他瞬间就发现了不对，并主动将手臂伸给我，歉意地笑着把我的手放到他的手臂上。我不动声色地挽住他，一边笑着跟在他身边跟每一位客人寒暄，一边暗自观察那位温娜女士。她在笑，并且笑得温暖灿烂，她的目光没有一丝瞥向我和江玉这边。她坐在那里，白皙的皮肤在夕阳的照射下泛出一圈柔和的红光。她在跟同事聊天，聊得很投入的样子。跟她聊天的那位同事是公司很有名气的一名八面玲珑的人物，不需要她怎么开口，那人已经滔滔不绝，她只需要微笑着点头就行了。于是我知道我碰到高手了，而江玉遇到桃花劫了。生日会一直进行到晚上10点。男人喝了酒，多多少少是会有一些情绪激动的，江玉就是如此。越到最后，酒喝得越多，话越多，情绪越激昂，他会不厌其烦地跟他的那些副总们、主管们高谈阔论。可是那个晚上，他的注意力总是不集中，有时候说着说着甚至会忘词。尽管他已经极力控制，我还是几次看到他的目光悄悄瞥向温娜。我在心里叹气，这个男人，这种行为，这种感觉，倒是跟10几年前我们初恋的时候很像。青梅竹马长大的男人，金玉其外。后面很长一段时间，我很少从江玉嘴里听到温娜的名字。江玉是习惯跟我分享工作中的事情的。事实上，在过去的30多年，我们之间几乎是透明的。我爸爸跟他爸爸是同事，两人是部队转业安置到了同一个单位，并且宿舍分到了隔壁。江玉爸爸比我爸爸结婚早，生育早。我出生的时候，江玉已经2岁半了。听我妈说，我学会走路之后，就天天跟在江玉的屁股后头咯咯咯咯地叫。因为江玉妈妈没有工作，是个专职家庭主妇，又喜欢女孩，我妈妈要上班，就经常把我扔给江玉妈妈照看。据说很长一段时间，我管江玉妈妈也是喊妈妈的，所以后来江玉妈妈经常说要跟我妈妈结亲家。其实小时候的事情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我只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确实是天天跟在江玉屁股后头追的。上初中的时候，江玉用自行车带着我上了半年。上高中的时候，他又用自行车带了我半年。到我考上跟他一所大学的时候，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说起来好笑，那个暑假，我们俩手牵手回到家，想给双方父母一个惊吓的，谁知道他们已经做好了一桌子硬菜，摆好鸿门宴等着我们了，得到了双方父母的认可。我俩肆无忌惮开启了甜蜜的爱情之旅。江玉毕业到一个互联网公司干了2年，等我一毕业，他就辞职跟我结婚了。我们结婚之后，在双方父母的支持下，开始了创业之旅。那应该是我们人生中最激情澎湃的几年。我22岁毕业，到28岁怀孕，6年时间，公司从2个人到10个人，到100多到500-600人。赶上行业风头的我们，突然就成了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了。发现怀孕后，江玉和4位爸爸妈妈一致反对我再到公司，要求我必须在家养胎。我也觉得差不多了，公司已经过了颠簸期，走上了平稳运行的轨道。江玉一个人
足够应付了，我就开始养胎，开始装修江玉送给我的别墅。女儿真真出生的时候，公司成功上市，江玉身价暴涨。我想，那一定是江玉最爱我的时候，他给了我30%的股份，并送给了真真5%的股份。自此，我开始了坐收红利的贵妇生活。我一直以为我是了解江玉的，毕竟从小到大，我们无话不谈，并且几乎天天腻在一起。创业那几年，我们甚至吃住在办公室。我看惯了他胡子拉碴不修边幅的样子，他也看惯了我牛仔裤 T 恤衫风风火火的样子。可是这几年，我发现他变了。以前他是不太喜欢酒场的，但是开公司怎么可能不参加酒场？不但要参加，很多时候还需要自己去组织。那些年，每每喝到吐，回来趴在我身上吐到流眼泪。可是这几年，他十分热衷于觥筹交错，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能够跟他一起吃个温馨的晚餐了。以前他喜欢躲在厕所里看乡村爱情，我在卧室看书的时候，经常听到刘能结结巴巴的声音和他的闷笑声从厕所里传出来。可是这些日子，他还是会在厕所待上很长时间，我却已经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还有，以前他没有手机依赖症，回到家随便一扔，没有电话打进来的话，要等洗漱好要睡觉的时候才想起来找手机浏览一下新闻。可是这些日子，他几乎手机不离身。那天晚上，他洗澡的时候，手机忘在卧室床头柜了。我靠在床头看书，他突然光着身子跑进来拿手机，把我吓了一跳。我问他有什么急事吗？手机又丢不了，怎么还光着身子跑出来拿？他有些尴尬地笑着跑了。有个事忘了，我得打个电话。我盯着他的背影，这男人胖了，才37岁，难道是酒场太多？怎么感觉肚皮有些肥厚，身上的线条也不结实了？有天晚上，他喝得有点多，回来洗漱完，趴在床上就呼呼大睡了。他的手中紧紧攥着手机，我盯着那手机愣神了好一会。那不是一般的手机，私人定制的，是去年他生日时我送给他的礼物。当时订了情侣款，他一只我一只，性能和密码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他的是黑色的，我的是白色的。他不知道的是，我能够从我的这部手机看到他那部手机上所有的内容。这1年的时间，他到高档会所和美女们纵情享乐5、6次，在公司和2个女孩暧昧，其中1个女孩为他堕胎1次，他用100万打发了那女孩。另一个女孩对他崇拜的近乎疯狂，无数次告诉他愿意作为一个小透明，永远见不得光，在他疲惫的时候、烦躁的时候，成为他的港湾。他为那个女孩买了一套大平层，他偶尔会去1次，享受一下被女孩子爱慕、崇拜到极点的感觉。如果说这2个女孩只是他生活的调剂品，他只是在需要的时候花点心思去哄一下的话，那么温娜这个人，他是投入了时间，投入了精力，投入了钱财，并且投入了感情的。从他们的聊天记录中，我可以推断出他们认识了已经3、4年时间，真正在一起是在2年前。温娜对他一直是不温不火的状态，他给的无论是钱还是房子，他有时候收着，有时候不收。他找他，他有时候见，有时候不见。有一次，我看到江玉疯狂给他发信息，这是我今年最大的惊喜。这么长时间了，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去见你，你也避而不见。我以为你真要与我断得干干净净了，没想到你突然就来了，我竟然紧张到手足无措。这个夜晚，我看到了脆弱的你，
疯狂的你，我的心痛得很，我觉得我疯了，我疯狂地爱上了你，清纯优秀的高知女人，猎男高手。我已经忘记了我第一次看到他另一面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了。我甚至去看过那2个女孩，漂亮是漂亮的，但是也没有漂亮到让人惊艳的程度。特别是那个崇拜她到极点的女孩子，很有一些清汤寡水的味道。很多个夜晚，我睡不着，我想不明白，这个躺在我身边的男人，还是我的那个江玉吗？3年级的时候，我后座的小男孩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偷偷从家里拿来剪刀，把我的头发剪掉了一大截。我哭着跑去他的班级，他抓一把我的马尾，那是早上他好不容易帮我梳好的，却被别人给剪得跟狗啃的一样。他用袖子帮我擦掉眼泪，然后威风凛凛地跑向我的教室，闯进去就要揍那个男孩。好在我的同学们见我哭着跑了，去告诉了老师。江玉闯进去的时候，老师已经在教室了。2个老师几乎拼尽全力才拦住他。他愤怒的样子把那个可怜的男孩吓得哇哇大哭。自那以后，再也不敢招惹我。初1的时候，我遭遇校园霸凌，其实也算不上霸凌吧，就是几个女生看我长得好看，打扮得也漂亮，就在教室孤立我，有时候堵在厕所门口，故意不让我进。我被憋得脸通红，迫不得已又去找江玉。当时的江玉已经处在青春期，嗓门粗粗的，不爱说话。他领着我去了男厕所门口，先让我在厕所门口等着，自己进去把里面的人撵出来。等大家都出来了，他示意我进去。等我尴尬不已的进去了，他守在门口，不让别的男生进去，直到我出来才放行。后来其实我都记得有些模糊了，好像他拐弯抹角找到了那几个女生的家长，又找了老师，对那几个女生进行了严厉批评，我才结束了被霸凌的日子。后来再后来，结婚、怀孕，有了女儿，时光一天天流逝，我们的生活温馨快乐。江玉一直对我疼爱有加，特别是有了珍珍之后，他化身女儿奴，经常将我们娘俩搂在怀里，说我们是他的宝贝，一个大宝贝，一个小宝贝。我闭上眼睛，告诉自己不要回忆。最近这些日子，我都有些恍惚了。好多次，我站在人群中，突然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我甚至有些搞不清楚，我在过去的30年里，我认识的那个江玉和现在的江玉是不是一个人？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以前的以前是真的吗？我请了一个团队，将温娜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农村家庭，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与哥哥姐姐年龄差比较大，是意外怀孕没舍得打掉的结果。因为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又加上她嘴甜懂礼貌，从小备受父母和哥哥姐姐宠爱。但是因为家庭条件一般，在上高中前没穿过什么新衣服。高中的时候谈过2次恋爱，恋爱对象正好是一对兄弟，先跟哥哥暧昧了一段时间，后跟弟弟确定了关系，后来还见了对方父母，未来公公婆婆见一面就喜欢上他。高中3年，因为男朋友一家子的关爱，她穿最新的衣服，用最好的文具，最后考了个不错的大学。她的那位男朋友没有她考得好，但是不在一个学校，却没有影响2人的爱情。大学4年，她男朋友每个周末都去看她，甚至她所有的学费、生活费都是男朋友家出的。跟男朋友甜甜蜜蜜的异地恋，没有耽误她跟别的男生暧昧。学生会的学长曾经猛烈追求过她，同班的一个男生4年如一日为她送爱心早餐，还有好几个吧。她一边接受人家的怜爱和关心，一边痛苦地告诉人家
她已经有一个对她好到极点的男朋友，她不能辜负他，她的唯一选择就是嫁给他。等等，让所有男人都觉得她尽管有些情不自禁，却只能悬崖勒马，因为男朋友有情有义，她不能做那负心人。于是男人非但不会责怪她，反倒更喜欢她，更爱惜她。大学毕业后，男朋友想结婚，她以需要在第一个工作岗位上认真尝试一下为借口，推迟了。这一推迟就是5年。5年期间，她恋上了2个男人。不同于以往的暧昧，这次是动了真枪实弹，实实在在擦枪走火了。一个是她的主管，一个是她的客户，都是已婚男人。她的主管，一个40岁的男人，儿女双全，家庭幸福。为了他，甚至非要离婚，还是他苦苦劝解：我爱你，却不能因为爱你就毁掉你原本平静幸福的生活。我的爱没那么自私。再说，我还有个男朋友，我必须是要嫁给他的，这是我必须要还的债。那位主管感动到几乎要将全部家当都送给他了。那位客户是个小老板，送了他一套公寓，2人在那套公寓里疯狂了快半年。那位小老板也要离婚，他又苦劝：我爱你，却不能因为爱你就毁掉你原本平静幸福的生活。我的爱没那么自私。再说，我还有个男朋友，我必须是要嫁给他的，这是我必须要还的债。那位小老板一冲动，又送给他一套公寓。我是真的有些不理解，这样一个女人游走于各种男人之间，是怎么做到游刃有余的？我更不理解，这样一个女人在肉体与感情的双向纠葛中，是怎么做到红玫瑰和白玫瑰完美切换的？好像每个男人都忽视了她其实并不十分美丽这一点，好像每个男人也都忽视了其实在某些时候她很热情似火，半点也不清纯这一点。所有男人的眼里都是她的知性，她的有情有义，还有她的似有似无的哀愁。无疑，这是一个高手，一个猎男高手。高手出招，招招毙命。半年前，温娜结婚了，就是那次江玉疯狂兴奋地发信息表达爱意之后，也就是说，与江玉爱恨缠绵了1年多后，温娜下定决心接受了男朋友的求婚，嫁为人妇了。冷淡避而不见，足足1个多月，做足了斩断情丝的姿态，然后在结婚前夜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和煎熬，奔向江玉。双双度过了一个疯狂的夜晚，第2天又回去做新娘了。这样的女人，这样的情感，这样的悲伤，简直能要了男人的命。的确要了江玉几乎半条命。那段时间，江玉借口出差，跑到温娜结婚的酒店住了半个月。他给她发信息，告诉她房间号，然后自己躲在房间里等着。他没等到，只在婚礼结束，大家都散场，新娘新郎回家的时候，收到一条信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他就抱着那条信息，在那个酒店颓废了半个月。一个上市公司老总，一个家庭幸福的男人，一个见惯了风月的成功男人，就在那个并不美丽的女人结婚的酒店里，看她嫁人，看她成为美丽的新娘子，看她为了报恩，为了情义，不得不嫁给了其他男人。霸道总裁爱上我，我却不得不嫁给曾经对我有恩的人。真是绝好的都市虐恋言情剧本。爱而不得，对男人大概的确是致命的，至少对江玉而言，心爱的女人嫁给别人带给她的打击实在是相当大。但是在打击过后，这些年已经被事业成功迷失了自我的空前膨胀的男人，反倒是被激起了高昂的斗志。他是绝对不允许自己在这场爱恨情仇中成为黯然退场的那个人的。
他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在我们这个城市买了一套精装修的大平层，购置了最先进和高档的家电家具，并三顾茅庐，诚恳邀请他跳槽。他的信息炽热又伤痛，你既执意要嫁给他，我心痛难当，却毫无办法。但你既然已经嫁了，也对得起他了。到我身边，能日日见到你，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保证不打扰你们生活。总是在外地奔波，总是两地分居也不好，你总要回到家乡的，正好到我这边，我来照顾你。温娜终于被感动，答应了跳槽，来到他身边，接受了他的大平层和黑金卡。温娜跟他约法三章：不得在我老公面前露面，不得干扰我家庭生活，不得在公司表现出对我的偏爱。江玉一一应下。那天生日宴会后，我看到他悄悄发给他的信息：这是我这些年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宴会，因为人群中有个你。温娜回他：虽然挽着你的手陪在你身边的不是我，可是我很幸福，他很好，很适合你。江玉赶紧解释：他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爱人，不一样，呵呵，不一样。这两人各自有了家庭，却好像放下了负担，开始肆无忌惮混在一起。有时候我是真的不明白，他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温娜这个女人已经优秀到这种地步了吗？好像她能够做到一直没有换男朋友，并且最终嫁给了他，就已经是对她老公、对她老公一家的最大的报恩了。嫁了就已经是最大的牺牲了。那么婚前跟别的男人暧昧鬼混，婚后肆无忌惮给人家头顶种草，就成为理所当然，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事了。这是什么强盗逻辑？简直恶心到让人想吐。温娜的老公叫鲍小强，其实也是个小老板，甚至还是个技术性人才。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是实操能力强，跟他哥哥鲍大强一起，已经接手了他们父亲的铸造厂。哥哥鲍大强负责管理和营销，弟弟鲍小强负责技术和生产。兄弟俩稳扎稳打，企业规模一点点扩大，产值一年比一年强。说实话，温娜如果能安心跟鲍小强生活的话，日子只会蒸蒸日上，不会比跟着江玉差到哪里去。可惜他不是安分的人。5个月前，温娜怀孕了，验孕棒拍照发给了江玉。我希望是你的，又害怕是你的。江玉差点疯了，当天就到两人的爱巢缠绵了一番。回来后，江玉还意犹未尽，发了半晚上信息。他说：你总是放不下他，而我总是那个时刻都会被放弃的人。我的心总是被你提起又放下，一会高高在上，心旷神怡；一会悬在半空，心惊胆战；一会掉在地上，心神剧烈。他回：每一次抉择都伴随着撕心裂肺，每一次回头都是背信弃义的罪恶。他的恩，他的义，毁灭了我的爱，我的情。他说：每次都是这样，每次我都是那个被放弃的人。可是我们的孩子，我不允许你放弃。他回：你怎么能这般想我？我可以放弃一切，可以请上帝把所有罪孽都扔给我，也不肯放弃我们的孩子。他说：我会给你最好的交代，只要你愿意。他回：让我想想，再想想。他说：午夜梦回，我总是在恐惧，恐惧看到你们一家3口其乐融融的样子，那是对我最大的惩罚。他回：我爱你，爱到心痛难当，渣男社死，一夜之间。那天晚上，江玉醉醺醺回到家，他的习惯是回家就洗澡，洗完澡靠在床头上跟我聊会公司的事，聊着聊着就睡着了。喝酒就不太一样了，勉强洗个澡，上床喊一声：老婆，我不行了。
倒头就睡过去了。他不怎么打呼噜，平常睡觉很安静，喝酒了的话会稍微有点呼噜声。他睡觉很快，但是进入深度睡眠比较慢，每次都要1-2个小时之后，突然就翻个身，叹息一声，然后一动不动，这就是进入熟睡状态了。我坐在床头，一页一页翻手机，他必须要视频，让你看看你，他我的男人让我痴迷，他我也想看我的女人最真实的样子，他流氓开了半小时的视频，他照看好肚子里的宝贝，给我生个大儿子，他好。我坐在床头，觉得自己已经麻木。很多年前，他抚着我隆起的肚子，笑眯眯说：生个女孩子，生个跟你一模一样的女孩子，皮肤白白的，鼻梁高高的，要2个小酒窝，笑起来明媚大气的。我果然生了个女孩子，果然皮肤白白的，鼻梁高高的，还有2个小酒窝，也喜欢笑。那几年，他捧着女儿，就像捧着一个金元宝一样，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给女儿当头花戴。第一次去幼儿园的时候，我俩一起去送，女儿趴在他的怀里，哭着不肯去，他红着眼睛抱着女儿就跑，留下我一脸尴尬地对着老师笑。第2次去幼儿园的时候，女儿又趴在他的怀里哭，他抱着女儿没跑成，我堵住了他的路，然后一个手指一个手指把女儿抓着她衬衣的小手掰开，女儿哭得撕心裂肺，她哭得一脸狼藉，父女俩生离死别一样，搞得我心里那一丝不舍变成了好笑和无奈。那天她甚至都没去公司，拉着我在幼儿园外面溜达，透过围栏偷偷看女儿在干嘛，哭了吗？吃了吗？睡了吗？终于放学了，他第一个冲进去接，一把抱起飞奔而来的女儿，父女俩抱头痛哭。我努力回想，从什么时候起，江玉很少过问女儿的事了，似乎连女儿已经上小学这件事，他都没注意吧？这才几年，变了，全变了。又从什么时候起，江玉甚至已经很少过问家里的事，我的事了。似乎我每天在干嘛，在哪里，家里有什么变动，来了什么人，走了什么人，添了什么家具，少了什么家具，他再也没注意过。我苦笑，我在想什么？人变了，心变了，我还在指望什么？他翻了一下身，并轻轻叹了口气。我一动不动，闭上眼睛，任凭泪水落下来。可以了，他进入深度睡眠了。叹口气，我起身，到我的卫生巾洗了把脸，用热热的毛巾敷了一下，收拾好戴好手套走出来。他睡得很熟，进入深度睡眠的他是很难惊醒的。那年我生产的时候，肚子半夜有了反应，他已经睡沉了。我忍着疼痛拍了他好一会，拍不醒，只好喊了婆婆来。是婆婆一杯子冰水当头浇下去，才把他弄醒的。我掰开他的手指，拿出手机，调到微信，打开工作群，又把手机放进他的手里，拿着他的手指，打开我的收藏，找到9张截图，发到了群里，然后退出界面，恢复手机锁屏，重新将他的手指调成紧握手机的状态。现在是半夜12点，他的消息，哪怕是凌晨3、4点，也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我没看到他的手机有闪动，没有人发信息提醒他。看来大家要么忙着懵逼，要么忙着吃瓜，要么在观望，要么在看热闹吧。我唯一担心的是温娜，如果这个时候她还没睡的话，肯定要有所行动的，但是没有。看来怀孕的女人需要休息，她的作息还是规律的。我躺下，听到她的呼吸声，这怕是以后的岁月中她睡得最安稳的一个夜晚了吧。自从那次跟温娜疯狂告白后，江玉多了一个收藏他俩之间微信截图的爱好。
每次两人聊天，精彩的部分，他总要截图保存下来，估计是担心万一我会用他手机，他每天都要删掉两人的聊天。删掉之前，将截图收藏到微信收藏夹里，并且发错截图这种事，他不是没做过。1个月前，他错把两人的微信截图当成工作消息发到秘书群了。不过他发现得快，立马撤回了。我相信群里的秘书们肯定看到了，不过大家当作没看到而已。所以我苦笑，今晚把两人的聊天截图发到工作群，而且是大群这件事，他应该不会怀疑到我头上。更何况我还戴了手套，安心吧，我告诉自己，睡一觉，等待明天的暴风雨突袭吧。绯闻疯传，股价跌停，公婆出马，上市公司老总出轨人妻，精彩聊天记录遭曝光，青年才俊光鲜亮丽的背面让人唾弃。新锐企业家惊爆私生子，绿茶老公喜当爹，门当户对的婚姻原来也是一地鸡毛。谁动了老板的手机？截图被人发到了网上，引起了全网疯传。发截图的人很巧妙，对温娜的头像和名字进行了遮盖，只保留了江玉的名字和两人的对话。江玉一天没有联系我，早上他醒来看一眼时间，早餐都没吃，急匆匆就走了，说是开晨会。我望着他远去的步伐，大概这是我最后一次安静地站在他背后，送他出门了吧。我收拾了一些东西，回娘家了。珍珍已经被外公送去上学了。这些日子，她一直是由我父母照顾的。忙碌的江玉甚至没过问一下她的宝贝闺女去哪了。大概昨天晚上之前，她心心念念的只有温娜肚子里的宝贝儿子吧。算了，不想这些，没意思。现在重要的是如何面对面色凝重的父母。妈妈坐在我身边，攥着我的手，问我怎么想的。我靠在沙发背上，闭着眼睛叹气，想离婚。这对江玉来说是场公关危机，趁他现在急于解决，多提点条件，把婚离了吧。妈妈叹气，从小看到大的孩子，真想不到他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我是真的心痛。爸爸也叹气，成功太早，人飘了。妈妈，你婆婆打电话了，知道你过来，要跟你公公一块来，估计在路上了。爸爸，他们肯定是不想你们离婚的。我沉默，不离婚是不可能的。一般情况下，他们确实也不想我跟江玉离婚。不过如果江玉放出温娜怀了他的孩子，而且是个男孩的话，我公公不好说，我婆婆一定会妥协的。公公婆婆对我好，对我女儿好，可我一个外人，我女儿一个女孩，谁知道能不能比得过温娜肚子里的亲孙子呢？毕竟前些日子婆婆还催着让我生2胎呢。婆婆下车就抱着我哭，我的心里有些烦乱，好像现在应该哭的人是我吧，可是我却不得不安慰她，安抚她。我不记得我婆婆是这么容易就慌乱的人。刚到客厅坐下，婆婆就迫不及待问我：“小兵，你怎么想的？江玉这个小畜生，他错了，错得离谱，你能原谅他吗？”我苦笑：“妈妈，您这样问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现在心里乱得很，大脑一片空白，我甚至感觉很不真实，不知道怎么办。”婆婆又落泪，我知道，你们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都是彼此的初恋，一块上学，一块创业，感情非比寻常。你一时不能接受，我是知道的。她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都是在怀旧，都是在试图引起我的情感共鸣。我闭着眼睛，心里的失望越来越深。毕竟儿媳妇无论如何都无法跟儿子相提并论的，我在奢望什么？公公见他说了一堆没完没了，
有些着急了。小兵，这种事一时难以接受，我们都知道，都理解。只是现在的情况是，昨天晚上有人把截图传到了网上，一堆人在探讨江玉出轨。刚才股市一开盘，公司就跌停了。为了避免损失，我们需要先过了这一关。我看向公公，需要我做什么？公公有些尴尬，试探着说：“要不你发一则声明，大体意思就是你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也是亲情，也是爱情，彼此相知相伴，出现问题一起面对，不会影响公司运转。”我没说话，我爸爸开口了：“老江，这是你的主意，还是江玉的主意？”公公张了张嘴，没说话。我妈妈冷笑：“那江玉对那女的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怎么打算的？”我婆婆期期艾艾开口：“毕竟是江玉自己手贱发错了，才造成这种后果，坑了自己，也坑了人家，更何况她还带着肚子。”我妈没让她继续说下去。你的意思是让我女儿发了声明，帮助江玉度过这次危机，等风平浪静了，他们离婚，那女的上位？不，我婆婆赶紧解释，江玉没打算娶那女的，江玉真的只是一时糊涂，外面的女人她怎么会当真呢？我妈妈的声音中夹杂了冷笑和愤怒。你是说，她的意思是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我女儿帮她度过这次危机，她反倒可以正大光明在外面玩女人了？那孩子呢？也生下来？你儿子我不说了，你打了一手好算盘啊，再抱一大孙子。我婆婆连忙否认：“没有，咱们两家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一直把小兵当女儿的，江玉学坏了，我难道会偏向他？”我爸爸看向我公公：“老江，你给我交个实底，那女的江玉打算怎么处理？那孩子呢？生下来？”我公公一脸难为：“孩子已经6、7个月了。”我爸爸冷哼：“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了，你们走吧。老江，你人老心盲，眼也瞎了，我还没死呢。你家江玉这么欺负我闺女，我会好好看着，看她有什么下场。”不欢而散，公公婆婆无功而返，表情讪讪的。婆婆还悄悄拉我的衣袖，想跟我说几句悄悄话，让我妈妈推了一把，才不甘心地上车走了。爸爸很受打击，叹气安慰我：“我没想到老江是这种人。”妈妈反倒更清醒。江玉现在对那小三正在火头上。江玉他妈毕竟有些传统想法，想要孙子，以前也不是没催过小兵，这次有了，他哪管是谁生的？要是江玉家里的能摆平，外面的能捋顺，他巴不得多几个大孙子抱呢。爸爸愤怒：“无知村妇！”我妈哼一声：“村妇不一定无知，但她够蠢，这一点是定了。你那个同事老江，这几年跟他儿子一样膨胀了，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从前种种，从后种种，我没怎么说话，只要爸爸妈妈支持我。至于别人，我的心够硬，伤不到我。我回房间睡觉了，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公公婆婆出面不成，江玉怕是要自己来面对我了。一觉睡到3点，打开手机，一堆留言，亲人、朋友、同学等等，还有我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还有我的公公婆婆。我没有看。妈妈留言说，她跟爸爸接我女儿去了，顺便带孩子出去吃点东西，再玩一玩。估计江玉晚上会过来，父女俩尽量先别让碰面了。江玉留言说3点半来见我，我笑了，看来他的律师团队已经准备好方案了。我坐在大厅，看江玉带着一群人走来，那些人在门口停下，他一个人进来了。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已经很久了，或者从创业成功，特别是公司上市之后，他一直都是自信从容的。
这种尴尬裹挟着愧疚，让他很尴尬。他坐在那里，不敢看我，犹豫了很久，才开口：“小兵，能原谅我吗？”我盯着他的眼睛，怎么原谅？跟他分手，让他打掉孩子，把给他的房子和钱要回来，让他滚蛋。你再回到我身边，变成10年前我们一起创业时候的那个江玉。他瞬间一僵，目光躲闪，我的心冰凉。他不想让他滚蛋，他想让他生下孩子，让他继续留在他的身边，想让我装作不知道，他继续过着家外有家的美好生活。我讽刺一笑，你现在是想让我配合你度过这次危机，或许你会牺牲一下，暂时把它藏起来，等风头过了，你们再继续相亲相爱吧。他有些恼羞成怒，那你想怎样？我看着他，心想这个人脑子被屎糊住了吗？怪不得这一年我梳理公司运转的时候发现那么多问题。他是不是觉得创业成功就意味着一辈子功成名就了？还是高高在上惯了，被人捧着捧着脚踩不到地面，不知道深浅了，来求我？一句难听的话居然就炸毛了。他突然又心虚了。小兵，我知道是我不对，是我被灯红酒绿迷失了自我，我错了。可是这个咱们先不追究行吗？等这事过了，你想我怎么道歉都行。现在这种情况非常紧急，必须尽快澄清，否则股东们会受不了。我笑了，关我什么事？他被我噎得不由自主伸了伸脖子。我们夫妻一体，你说的对，夫妻一体。我好像一直对得住你，可是你呢？出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夫妻一体？她怀孕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夫妻一体？你给她房子、给她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夫妻一体？她哑口无言。我不想再给她恶心我的机会。我冷声道：“你的团队已经帮你拟好离婚协议书了吧？拟了几份？让他们进来吧，全部拿出来，我一块看看吧。”他喊了一声小兵，我看他一眼，他嘴巴长了张，还是闭嘴了。3份离婚协议一字排开摆在我的面前，我一份一份看，条件一份比一份好，从股权到家产到孩子一一让步。我笑了，孩子抚养权归我，这个不能有异议。股权我可以放弃，但我要求给我女儿珍珍，你要相应的给我同等价值的补偿。也就是说，我要求你买下来，再无偿赠与给我女儿。家里所有的固定资产、存款，一人一半吧，其他的琐碎东西无所谓。你们赶紧再重新拟一份吧。律师看了江玉一眼，看他微不可见地点了点头。一群人抱着电脑退出去忙起来。我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其实可以不用离婚的，小兵，在我的心里，你才是我的妻子。我不想睁开眼睛看见他那张脸。在我的心里，当年的江玉死了，作为我的老公，你不配。小兵，他还想说什么？我打断了他。你再拿所谓的感情恶心我，我就让他们重新拟一份协议。他闭嘴了。新协议没几分钟拟好了，我认真看了一遍，确定没有坑。看来我的司法资格证没有白考。很快签好字，我招呼江玉，民政局还没下班，赶紧把离婚程序走完吧，别留下隐患。他点了点头，亲自带我去了民政局。不用10分钟，程序走完了。走出大厅的时候，看到夕阳西下，西边的天空红彤彤一片。江玉对我说：“小兵，对不起。”我笑笑走了。当天晚上，我实名认证的微博账号发了一则声明：本人梁兵已于今天下午与江玉先生完成离婚手续。从前种种，从后种种，感恩并祝福。全网人肉，绿茶现形。第2天一早，
江玉公司赶在开市前发了一则通告，大体意思就是江玉先生已与梁冰女士和平分手，公司股权顺利转让，江玉先生仍旧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个人感情不影响公司发展等等。这几天我很忙，江玉更忙。我忙着办理离婚后各项财产清理转让手续，江玉忙着应对董事会的抉择，处理公关危机等。网络上那几张截图的转发量减少了许多，我发的声明引起了轰动，什么又美又飒，什么干脆果决，什么深明大义，尤其是那一句从前种种，从后种种，深得一部分网友的心，觉得我是个洒脱的大女主，一堆人夸我。1周过去，公司平稳过渡，我的离婚财产也全部分割完成，彻底成了单身妈妈。富婆单身妈妈。那个周末，我从手机中看到江玉给温娜发信息，完成了，危机过去了，你抓紧办理离婚手续吧，我要给我们的宝贝一个完整的家。温娜回了一个字，好。我冷笑，渣男以为一切平稳过渡，公司保住了，董事会安抚下了，事业不会受影响了，舆论也控制住了，从此以后就可以跟心头好双宿双飞了。温娜呢？嫁人了，完成感恩图报，有情有义的高端人设了，再婚还能嫁个上市公司老总，不管里子还是面子都足够体面了。一个顶级交际花加绿茶女加白莲花，将众多优秀男人玩弄于股掌间，终于功成身退，找了个优质男人接盘了，多么完美的结局！可是我怎么会让他们如愿呢？他们让我失去了家，失去了爱人，失去了最美好的前半生。我怎么能就让他们这么踩着我的血泪去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呢？他们让我的女儿失去了家，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完美的童年。我怎么能就让他们这么踩着我女儿的不幸去过美满幸福的生活呢？我一点都不大气，一点都不深明大义。每个无眠的夜晚都像蚂蚁钻心一般，让我不能原谅。我用另一个手机给一个微信号发了一个符号，微笑。半夜12点。微博上一个叫我什么都知道的账号发了一篇文，我好像知道了那位老总的小宝贝是谁了，引起了微博短时间瘫痪。我用自己的微博小号疯狂吃瓜，江玉被真爱冲昏了头。绯闻刚闹开的时候，发到网上的截图都是被处理过的，温娜的头像和昵称被遮盖了。虽然有人在问女方是谁，却很快被我的声明和江玉公司的公告掩盖了热度，没人再去深挖。听说江玉认为应该是群内某个员工泄露出去的，他甚至已经找人在追查，到底泄露信息的那个员工是谁，也不知道查出来，他是想惩罚人家，还是想感谢人家，他就没想到。就算真的是那个员工泄露出去的，人家还有原图呢。难道真以为人家不敢把原图发出去？难道他以为他在群里发了一串红包，让大家谨言慎行，大家就真的不敢发声了？我什么都知道，在文中把原图一张没漏全部发出来了，全网哗然。温娜的头像是她的工作照，公司有要求，员工微信头像都必须用工作照，各种吃瓜群众哇哇哇惊呼，什么我还以为小三国色天香，原来不过如此啊！什么这女的到底有什么魅力？清汤寡水的一张脸，怎么拿下上市企业老总的？什么人家肚子里有人质啊？有钱人不是都喜欢子孙满堂？女人的肚子就是最大的武器。吃瓜群众吃得正兴奋，突然有人评论说：“我好像认识他，半年前我去参加了一场婚礼，新郎是我同学，新娘
好像就是他。后面跟了一串问号脸，分享，详细点，啥意思？还是个已婚妇女，孩子是谁的？她老公的，还是楼上傻呀？肯定不是她老公的，上市公司老总，难道上赶着给别人养孩子？冒昧的问一句，怎么可能？搞错了吧？那她老公能忍？兴奋点一波接一波，又有人评论，这个女的我好像也认识，当年我跟她一个公司，她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就跟她的主管好上了。那位主管有老婆有孩子。哇塞，真的吗？真的吗？竟然还是个情场老手。更有人加入爆料队伍。我怀疑前面那位同事，你可能是我的甲方，我的老板好像是他的客户。我记得那年老板铁了心闹离婚，好像就是因为他。真的假的？我是掉进瓜田里了吗？感觉今晚要撑死。有人爆照片了，温娜大学时候的样子，刚毕业的样子，与同事客户在一起的样子。是他，是他，就是他。这张脸一看就是纯天然，没动过刀子的那种。他们过得不好，我就安心了。瓜田乱飞了一个晚上，我心情很好的睡下了。第二天一早，打开手机，就看到江玉给温娜发了一连串的信息，都是问他网友说的是不是真的，他真的跟他的主管有一腿，还跟客户好上了。温娜没有回，我猜她正在应对她的老公鲍小强吧。大概1天前，鲍小强说不定也刷到过江玉的绯闻，毕竟江玉是自己老婆的老板嘛，关心一下也正常。只是没想到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了，原来那个藏头露尾的第三者竟然是自己老婆。原来老婆肚子里的孩子不是自己的种，哪个男人能忍？鲍小强再爱温娜，也不能因为爱把自己变成忍者神龟吧？他能不找温娜质问？说不定温娜面对的不仅仅是她老公，还有公公婆婆呢。温娜直到晚上才回信息给江玉，她的解释苍白无力，因为不用她解释，有人在网上晒了证据，她被实锤了。一个叫前主管老婆的微博用户发了一篇小作文：某年某月，我老公公司来了一个清纯爱笑的绿茶，没几天，我老公就被迷得神魂颠倒，非要跟我离婚。我求也求了，恨也恨了，他铁了心。正当我心灰意冷，准备签字同意时，我老公忽然回心转意了。后来我偷看他手机聊天记录，才知道不是他不想离了，而是人家不愿意嫁给他。那绿茶要了他的钱，要了他的房子，最后又说为了报恩，必须嫁给男朋友。我老公黯然神伤，回归家庭了。小作文附送了她老公的聊天记录截图，最后慨叹一句：我老公这个聊天记录一直收藏到现在，不等吃瓜群众将这篇作文品一遍，另一个叫做前客户老婆的账户又发了一篇类似的小作文。这一篇更实锤，附赠的不是聊天截图，而是那位老板跟温娜在一起时自己拍摄的疯狂视频。视频中的温娜可不是清汤寡水的味道，大胆、诱惑、风情万种的样子，让人感觉这还是那个人吗？可这分明就是那个人。江玉疯了，温娜的老公疯了。后来我听鲍大强说，江玉跑到他们家的时候，他弟弟正一脸绝望地质问温娜，问他为什么。江玉走到两人面前，看了一眼痛苦到蹲在地上的鲍小强，也开口问温娜为什么。温娜的脸上没有了往常那种浅淡的笑意，她说：事到如今还问这个有意义吗？江玉一脸痛苦：你怎么是这样的女人？温娜冷哼：你们男人不就是喜欢这样的女人？你看我长得也不漂亮，其实也没多大能力，我就端着一张笑脸，用无辜的眼神看着你，
你就不自觉地伟岸英武起来，你就自信心爆棚，你就男人感十足，不是吗？你江玉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他嗤笑，不必如此，好像我是蛇蝎女人一样。你难道就干净，没出去找小姐，没对女员工下手？你当我瞄准你的时候没考察过？江玉一脸震惊，恼羞成怒，甚至要上手去抽他。他并不怕，刚才鲍小强也要打他的，可是他挺起肚子，你打一下试试。江玉愤怒异常，却还是放下了手。这到底是谁的孩子？温娜一点不在乎，不知道，天知道是谁的。那天谁也没能怎么温娜，温娜背着个小包走了，半点不留恋后面一吨一粒的2个男人。后来我把我那只手机拆了，再后来江玉找上门来，又哭又求，说后悔，说窝囊，说自己太蠢了。我回他，关我什么事？知道你过得不好，我就安心了。再后来钱公公婆婆也找上门来，被我爸爸妈妈拦住了。我爸爸叹气，我妈妈怒斥，活该。最后鲍大强给我发了一条信息，生了，做了鉴定，是我的。呵呵，这个世界就这么奇妙。鲍大强就是跟我合作把渣男乱女推进深渊的那个人，是他引起了舆论，是他拆散了江玉和温娜，也拆散了鲍小强和温娜，并让温娜成为全民抵制的小三、绿茶。然后他离开家，带着温娜去外地过日子去了。他说，我爱他，爱到无法自拔。我也恨他，恨到疯狂。我会疼他，疼到骨头里，也会折磨他，折磨到他生不如死。这是个疯子。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